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脚踏实地的和平解决乌克兰战争呢。中国外交部长会见中亚5国的外交部长。上周，中国在成功的斡旋沙特和伊朗的关系之后呢，再一次重拳出击，正式开始调停俄乌冲突。新年以来表现出色、成绩斐然的中国外交，再一次让世界刮目相看。4月26号，中国领导人应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充分表达了我方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立场。此举呢，震惊世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约翰·科比称，这一举动啊是一件好事儿。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发言人埃里克·马默表示，这次通话是中国在履行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责任方面迈出的重要的、早该迈出的第一步。我们迈出这样的一步，可不是做给西方国家看的，而是真心希望俄乌双方能够实现和平，并且我们不是单打独斗。4月27号，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西安与中亚5国的外长进行会谈，为在下个月举行的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峰会做准备。这5国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这次会谈之后，秦刚对媒体表示，中国愿意与对俄罗斯有重大影响力的中亚5国合作，推动就解决乌克兰危机达成共识。中国和中亚国家在乌克兰危机上有着相似的观点和立场。中亚5国的外交部长也高度评价了中国领导人与泽连斯基之间的建设性的对话，并相信这将有助于尽快实现停火与和平谈判。中亚5国一直对俄乌冲突持谨慎态度，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了俄罗斯侵略的决议中，要么投了弃权票，要么根本就没有投票。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拉着更多的非西方国家一起努力的促成俄乌和谈是非常明智的选择。西方国家一边倒的支持乌克兰，导致他们完全不被俄罗斯所接受，因此他们根本无法促进和谈，甚至对美国来说，让这场冲突持续下去，直到俄罗斯失败，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影响力不大，中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都很好，而且中俄之间还是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亚5国作为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中国和中亚5国联合促进俄乌和谈，是对俄乌双方最有影响力的组合。而且呢，现在也是中国开始调停俄乌冲突的最佳时机。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都不愿意接受对方的条件，但是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双方随时可以坐下来谈判。根据美国国防部前不久泄密的文件，北约和乌克兰军方确实在规划一场春季大反攻，俄罗斯呢也正在部署防御，双方正调兵遣将，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着准备。那根据历史经验，战争双方开始和谈，要么是一方被打趴下，要么是双方都精疲力尽，无力再战。现在俄乌双方都知道，等到春季大反攻开始以后，恐怕就离这种状态不远了。因此，对于中国提供了和谈的机会，想必俄乌双方都不会小看。但是我们也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俄乌双方如果真心想谈判，以至于双方都能做出让步，还得等到春季大反攻开始之后。调停俄乌冲突只是中国与中亚5国召开峰会的一个目标之一。实际上，这个峰会的目标要广得多。秦刚在发言中还表示，中国将深化与中亚的合作，使其成为合作共赢的净土，而不是地缘政治竞争的战区。秦外长说这话呢是有深刻含义的。上个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他声称，美国将专注于帮助2国在彼此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实现平衡。很明显，美国趁着俄罗斯被俄乌冲突绊住了手脚，开始在中亚扩张势力了。中国当然不会听之任之。秦刚表示，中国反对外国势力干涉内政，绝不允许任何人或势力在中亚制造混乱和动荡。中国呢是中亚的主要外国投资来源和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总额从1992年的4.6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386亿美元。中国将继续加强与中亚地区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数据安全和疫苗生产，以及对阿富汗的反恐、安全和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开展合作。下个月，中国和中亚峰会又将是一场外交大戏，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